这是一张底色的图片。那这张图片呢，是我们第一期的一个学员他做的啊。那这张图片呢，他做的相对来说会比较准确一点。我会拿这张图片发给大家，让大家按照这个图片的一个感觉去找自己的认知，对吧？去找自己的认知。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这个底色？因为我们所有的染头发的最终的效果都是要在这个底色上。我们不管染任何的颜色，都是要在不同的底色上，6度、7度、8度，甚至所有的颜色都是在这些底色上。所以你这些底色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你是没办法。我接下来教你们选色，这个颜色加这个颜色等于什么颜色。如果你们对底色不认知，所有出来的颜色全部都是错的啊！有很多人呢，染完颜色，哎，老师，我怎么染出来这个颜色是这样子的？我明明是用这个染膏染的，怎么会出来这样子？为什么？是因为底色，是因为底色。所以很多的颜色出现问题，基本上80%都是因为底色出现了问题，要么是底色不均匀，要么就是你底色判断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才会花这么久的时间，会花一个让大家去自己去操作底色。这个过程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一些染颜色的一些经验，或者是一些比较清晰的认知啊。那说到这里呢，我们用漂粉和双氧再去漂这个假发的时候，大家会能够学到什么样的东西呢？第一个，你会了解自己店里面的这些漂发的产品，不管你的漂粉跟3%的双氧也好，6%的双氧也好，9%的双氧也好，不管你的调配比例是1:1还是1:1.5，甚至是1:2，你都能够比较清楚的知道它的力度是多少，它能够在这样子的头发上，它的漂浅速度和力度是多少，这样子你自己有一个清晰。第二个，漂出来的这些颜色，到底这个颜色是底色几，这个颜色是底色几，所以你这样子才会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底色。那还有很多人呢，对底色呢有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概念哈，我这里再给你们重新认知一下，底色是什么？底色是不是色度？有很多人说底色是不是色度？底色不是色度，色度是色度，底色是底色。底色是我们天然的头发里面的色素，在我们染或者在漂浅的过程当中，把我们的天然色素拿出来，然后变化出来的颜色，我们称它为叫做什么？底色。那什么是色度呢？色度是染膏里面的颜色，明白我意思吧？例如6-77，它的色度就是6的色度，也就是说这个6-77染膏当中是有6度的基色，它的色度是6度，它跟底色是完全不一样的，明白吗？那当然，如果你想染6-77这个颜色，想染在6度的底色上、8度的底色上、7度的底色上都可以，都没有问题，这不发生冲突。大家一定要记得啊，不是说6-77这个颜色就一定要染在6度的底色上，不是，它可以染在8度、9度，甚至5度的底色上都可以，染在任何的底色上都可以，能理解吧？这只是这个染膏本身它的颜色，这叫做色度。除了这个色度以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称它为叫做天然色度。大家不要把这几个概念给搞混了哦。OK， 还有一个叫做天然色度。什么是天然色度？天然色度是天然长出来头发的深浅度，是让我们来判断的，对不对？我们亚洲人是在几啊？2、3和4，是让我们来判断的。这个色度是什么呢？是染膏里面它如果含有基色，是它的色度。那底色跟这些都没有关系底色是什么？在我们染头发的过程当中，头发表皮层打开，双氧进到头发里面，把头发里面的天然色素干嘛？是不是给染浅了？染浅以后，它是不是形成一个颜色？形成的这个颜色就叫什么？就叫底色。纯正的底色上面是有没有人工色素的？它是没有人工色素的。现在我在屏幕上的这张表格有没有人工色素？它没有人工色素，它只是把原来的深色的天然的头发怎么样？不断的褪浅形成的颜色那讲到这个地方呢，我希望你们能够对底色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除了了解底色是什么以外，第二个，你们要自己建立一个底色的清晰度。
什么叫做自己建立一个呢？有很多的同学呀，在给我作业的时候呢，跟我说老师，我跟买的发条对比呀，我这个已经是9度了。有没有这样的同学啊？有很多，是不是啊？我老师，我跟买的发条我已经是9度了。还有就拿自己的那些色板去对比，你不要去拿自己做出来的发条去跟他对比，为什么？你要自信一点，你做的比他还要准确。明白吗？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网上去买那个底色的那些东西去做对比，买这个有什么用？这是别人做的，你做的可能比他还要怎么样，还要准确，因为你做的才是你正确的认知，你做的才是你正确的认知，别人做的你是要跟着别人走的，对不对？他如果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他如果说这个8度，他就叫7度，那你也要判断它是7度，没错吧？所以其实这些底色到底叫几度不重要，它就是一个名字啊。你说8度是黄色的底色，那有些人说它就是7度，行不行？可以，没问题。但是这个颜色本身它是不会改变的，你可以叫它8度啊，有些人可能叫它12度，或者叫它16度，或者是19度，无所谓，这些都是数字，没有关系。但是你自己要非常清楚，你脑海当中的8度底色它就是黄色。黄色是什么？我看不见橙色了，哎，我看到这个底色是一点都看不见橙色了，我才能够把它定为我自己的什么8度。为什么我们要以8度为标准？因为黄色，纯正的黄色没有橙色的话，它里面的暖色已经达到了什么最低，没有橙色就代表怎么样？它里面一点点的红色都没有了。如果一点点的红色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我们想染一些更冷的颜色，或者我们想染一些更通透的颜色，就完全能够体现得出来。但是如果只要你有一点点的橙色，你染一些冷的颜色，这些很暖的这些橙色，它就会影响到你最终出来的效果。就像有些人说的，哎，你漂的是8度，染出来的颜色效果特别好，但是你没有漂到8度，只可能漂到7.5度或者7.8度，你用同样的染膏和颜色去染出来的效果相差非常大。为什么？就是因为头发底色当中多的那一点点的橙色和红色，所以我才会把8度给大家画一个风水岭，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什么时候底色是完全看不到橙色了，它才能跨进8度底色的这个大关里面。能明白我意思吧？好，这就是我们说的底色，大家一定要认清楚，好不好 ？OK。我刚刚没有关掉大家的打字，是不是啊？没有关掉打字，大家应该都在认真的听哈。所以底色对大家来说特别的重要。我刚刚也说了哈，底色呢，我现在教给你们的8度底色是黄色，那你们就按照自己建立一个正确的认知就可以了。啊 ，OK， 按照这个方式。那有的时候，假如说你可能漂出来是7.5度或者7.8度 ，OK， 没问题。啊，不一定说一定漂出的是7度或者一定是8度，大家可以看一下7度和8度之间是不是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度啊？是不是？经常我们漂头发漂出来的它不是7度，哎，比7度浅，但是比8度怎么？比8度深，它可能是7.5度，甚至再精确一点，它可能是7.8度，对不对？它有可能是7.8度，没关系，但是你自己要很清楚哦，这里面是有橙的，这个橙啊是多还是少？很少了，完全没有橙了。所以当你这个时候你清晰了以后，当你在做一些颜色的时候，选择颜色去上色的时候，你才能确保最终出来的染发效果是 OK 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对底色的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认知。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你们了解了底色，你们现在自己操作了 ，OK， 你们也看到了这些底色，自己也清楚了底色，那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知道哪一些不是底色，对不对？你认识了底色以后，你才会发觉，哎呦，这个头发上好像跟我的底色不一样。那不一样是什么？不一样它就是一定上面有人工色素嘛。所以你一定要清晰一个东西，才能判断另外一个东西。OK， 能明白我意思吧？好，然后呢，我把你们的打字先关一下，因为你们打字呢，第一呢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思路哈，也会影响到我的思路。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记下来，好吧？记下来，到时候我再给你们单独的回答，或者一起来给你们回答，好不好？我先把你们打字关一下。那
那这个底色呢，有非常非常多的作用，因为我们染颜色呀，所有的颜色，其实你们有的时候经常去听别人讲课呀，或干嘛，总是会提到这个底色，总是会提到这个底色，对吧？总是会提到这个底色。这个底色就是我们染发当中最重要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其实我在第一节课的时候也跟你们讲过，如果我们全世界人的头发全是白色的，有没有记得？全世界人的头发全是白色的，这个时候你会发觉染头发会变得非常简单，甚至染头发这件事情都不会在专业的发廊里面产生，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我们染头发会在专业的发廊里面我们要学这么多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全世界人的头发不是白色的，他的头发里面本身是有天然色素的，在染和在漂浅的过程当中会把天然色素带走，形成一个颜色，这个颜色就是我们的底色。这个底色再加上你用的什么染膏的颜色，才是最终的我们的什么染发效果。所以你说底色重不重要？底色非常的重要，明白我意思吗？底色非常的重要，我就不再多说了，花了很久的时间，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底色搞清楚。如果底色搞不清楚，后面的这些所有的课程你们听起来都会晕的啊，都会晕的，所以一定要把底色搞清楚，好不好 ？OK， 好，那说到这个底色了，那我们就要怎么样把这个漂发给带进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漂头发是不是出现的颜色全部是底色呀？对不对？没有往里面加人工色素，只是把我们的天然色素不断的怎么样，不断的给退浅，形成这个底色。所以我们要把漂发带进来，除了要漂发带进来以外，还要把什么带进来？把改色带进来。所以现在我要给大家讲漂发和改色了。有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很感兴趣吧，很喜欢漂发和改色啊。所以现在我会把漂发和改色带进来。大家知道了底色以后，接下来呢，我就把漂发和改色带进来。好，我先讲漂发啊。上一堂课呢，我给大家讲过了哈，漂头发呢可以怎么样？配合多少度的双氧，3%、6%、9%、12%，对不对？还可以有不同的调配，1:1、1:2、1:3，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对不对？上堂课我也讲。那漂头发呢，你会发觉是把我们的头发的天然色素给带出来，然后形成有规律的底色，对不对？好，那我们漂头发呢，你会发觉啊，其实我们的漂头发呢，我们的漂粉加双氧啊，漂粉加双氧 ，OK， 这个组合其实它主要针对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天然色素。其实漂粉和双氧啊，它针对头发里面的哪个色素针对于漂浅啊？它就是天然色素。它对天然色素的漂浅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棒的。但是我们平常啊，除了针对于天然色素去漂浅以外，有的时候我们还怎么样？针对于什么？针对于人工色素啊，我们还会针对于人工色素。那有些人说，老师，你说主要针对于天然色素，但是有很多人工色素它也能漂掉啊。对，有一些不顽固的人工色素它也是可以漂掉的，但是很多顽固的人工色素它是漂不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天然色素和人工色素啊，它是不一样的，它的这个组成部分是不一样。如果天然色素它长成这个样子，那人工色素就长成这个样子，明白我意思吗？因为它排列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有的时候呢，针对于天然色素，它可以怎么样啊？完全可以漂浅。所以漂浅头发针对于天然色素非常简单，但是针对于人工色素，有一些不是特别顽固的是可以的，但是很顽固的是不行。例如什么样是比较顽固的？例如像我们说的那种黑油，或者染过很红的颜色，它是比较顽固的，对吧？漂啊漂了很久，你会发觉上面的人工色素是掉了一部分，但是有没有完全掉？没有完全掉啊，最终还是有一部分在上面啊。那怎么样子呢？漂粉和双氧它主要是针对于天然色素最漂浅，那对人工色素能不能漂浅呢？也能，但是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工色素在漂浅的过程当中啊，它要给点什么？给点漂粉的面子啊！我开个玩笑，它要给它点面子。为什么？你用漂粉和双氧不断的在漂它，
不断的在漂它。你说人工色素一看你花了这么久的时间在漂我，表皮层也都漂开了，头发也挺受损的了，人工色素一看，哎，我怎么也得给点面子呀，怎么样啊？那我就掉一下吧，啊，我就掉一点吧，是不是？它就掉了一点，它就掉了一点。那针对于那些特别顽固的人工色素，它没办法掉干净，但是有一些不是特别顽固的，就怎么样？就完全怎么样？就被你退干净了啊，完全就被你退干净了。所以这个大家心里要有数哦，你要知道。所以有的时候有很多人说，老师，我怎么这个黑油，怎么我漂了半天，漂了2遍3遍，怎么就漂不干净呢？漂粉和双氧其实主要是针对于天然色素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人工色素掉，但是不是全部的，这个你们要记清楚啊。当然，现在市面上是有专门去除人工色素的这种产品的啊，这种是国际品牌的，国内的这些呢有很多都是没办法销售的，都是一些江湖手法，很多东西都是有毒的啊，对头发或者对人体都是有害的。OK， 所以国际上的这些东西呢，相对来说价格会比较贵啊。第一个价格比较贵，第二个呢就是成本比较高，有很多人不会去选择它，所以大部分还会选择什么？用漂粉和双氧直接去除什么？去除人工色素啊，去除人工色素。OK， 好，那我就说一下漂粉加双氧的这个去除的东西的功能啊。那假如说我们用漂粉和双氧再漂一个天然的头发啊，那漂这个头发的时候怎么漂呢？有很多人很感兴趣啊，怎么漂？来看一下，如果这个头发从来没有漂过，全部是天然的头发，我们来漂这个头发，其实都是天然色度3的，我们来漂这个头发。你漂这个头发，你们记得发根的地方跟发尾的地方虽然都是天然的头发，但是它头发的健康程度一不一样？不一样。这个地方特别特别健康，相对来说发尾就会怎么样？它会有一点点我们称它为叫做硬化啊，它会发尾会比较硬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头发是这样子的。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啊，看得见吗 ？OK， 我们的头发在毛囊里面呢会有一个毛乳头啊，在毛囊里面有一个毛乳头，在这个毛乳头当中呢，它是不断的在分泌这些角质蛋白的啊，不断的分泌这些角质蛋白 ，OK， 不断的分泌这些角质蛋白，然后这些角质蛋白不断的往上推移，不断的往上推移，不断的往上。这里分泌越多，这个就慢慢慢慢把这些就推到上面来，慢慢就推到上面了。那也就是说意味着什么呢？离发根越近的地方，这些角质蛋白越越活跃。OK， 离发根越近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角质蛋白在不断的这个推的过程当中，它是越活跃的。越远就它越不活跃。所以我们用一个叫做它硬化了。所以后面的头发它它很难被染浅，或者很难被漂浅。再直白点说，就是发尾的地方有可能会比较受损啊，或者是它硬化嘛啊。当然硬化跟受损其实还是准确来说它还是不一样的啊，因为这个地方不活跃。再准确点说，就是这个发根的地方，它就像一个小伙子，明白我意思吧？像一个20多岁正健康的小伙子，这些地方就是老头子。啊，他就是老头子。所以就算这个头发没有任何的他的头发本身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差别啊，他就像一个老头子一样。我们所以不管在染发和在漂浅的头发，都是要知道这个头发的这些知识的。OK， 那在这里再多加一个哈，大家知不知道天然卷？有很多的女孩子她头发长出来是天然卷呀，有没有啊？天然卷是怎么形成的？我刚刚说这个毛乳头是不是两边不停的分泌这些角质蛋白啊，对不对？如果这两边分泌的都是同样的速度，这个头发长出来就特别直。如果一面分泌的特别快，一面分泌的特别慢，这个头发就变卷了啊，这个头发就变卷喽，就变成天然卷了，明白我意思吧？所以天然卷就是这么形成的。在毛囊当中，毛乳头里面一面分泌的特别快，一面分泌的特别慢，这个头发长出来就成天然卷了啊。这个我就是多给你们增加一个这个染发的这个头发的知识啊。如果你们想再多一点这个知识啊，有机会我再给你们讲啊，多讲一个。所以这个头发本身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好，
那如果这个样子的话，回到我们漂头发，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地方硬化，这个地方非常健康。如果我们现在用漂粉和双氧调好了以后，全部来涂这个头发，大家应该都知道，发根的地方退的就会怎么样？特别快。为什么？它特别健康，特别活跃，它很快就退得很浅了。所以我们在漂头发的时候，第一步是怎么样？前面离发根一点点，先退浅这里，是不是？不要第一遍就涂到很发根啊！第一遍只涂这里，第二遍涂完了以后，第二遍才怎么样？才慢慢的涂到发根。这些地方还要涂第二遍，最后才涂哪里啊？才涂到发根。为什么要这样子？我刚刚跟大家讲了，因为头发是不一样的，对吧？因为头发本身的健康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才会这么样去涂放这个头发。好，那我们漂头发的时候，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很多人漂头发呢是担心什么？哎呦，我这个头皮痛，对不对啊？我这个漂头发的时候头皮痛。如果你用我现在跟你们说的就是我平常做的啊，如果你用的漂粉是 OK 的啊，我反正是用的漂粉都是还是 OK 的，用低度双氧6%的双氧，就算你碰到头皮它也不会痛。当然如果你用的不好的漂粉咱不知道啊 OK， 如果你用 OK 的漂粉6%的双氧，就是碰到头皮它也不会痛，只是在上色的时候，如果你用大量的氨的染膏，它会有一些刺痛。那肖远老师说，那老师我也不知道我的漂粉好不好，那我在涂放的时候我可不可以不碰头皮呢？可以，没问题，可以不碰头皮，但是不碰头皮你们要就怎么样，就要更小心更仔细的去涂放啊，花的时间就会怎么样越久。如果你碰头皮，就像我们说的那些生意很忙的啊，明明他吃到不痛觉得是 OK 的，他就完全就可以怎么样，完全就可以涂在上面就好，而且漂的分得非常均匀。但是有一些人担心呢，哎呀，我这个头皮我这个漂粉不好会痛，那我就完全就不碰头皮，只漂发根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漂粉和双氧调好了以后，它会有一个什么膨胀和渗透的过程，膨胀和渗透的过程。OK， 那具体这个东西怎么来操作？因为我现在这样子我没有这个东西啊，有机会我们见面或者线下课或者什么时候的时候啊，我会教给你们到底怎么样去漂头发不碰到头皮，而且把发根也可以漂到，对吧？其实涂在发根的时候，离发根怎么样，3到5毫米的距离涂上去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你想再往前一点，用梳子怎么轻轻带一下好啊，这是这个方法，但是它会有一个顺序，这个顺序是很流畅的。我现在就没办法去给你们做啊，就是如果有这个假头或者有机会我给你们做，或者我给你拍个片子啊，给到你们，让你们去了解到底怎么去操作这个漂头发，好不好？那漂头发就是这个样子哈。那漂头发有很多人说，老师我们是从哪个地方开始漂起呢？对不对啊？拳头从哪里开始漂起？我给你们的建议就是，正常来说你就是正常去漂就好了，因为你刚开始是天然的头发，没必要说一定要分什么冷区和什么热区，对吧？啊，这些地方是这前面是冷区，这个地方是热区，大家都知道这个热区和冷区，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因为你头发现在全部都是健康的，就直接漂就好。漂头发还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不要堆积，然后因为它堆积它会怎么样？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啊。什么样的地方会容易堆积？后脑的地方会容易堆积，两侧的地方会容易堆积。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头发是不是这样落下来啊？头发这样一落下来，这个地方是不是会产生堆积？还有后脑的地方是不是会产生堆积？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在漂头发的时候都会怎么样？有很多人要漂的比较浅，都会有些人拿杠子来去做隔离。用杠子隔离是干嘛呀？就是不想让这些头发堆积在一起发热，然后发热以后这个地方就漂得特别浅啊，就漂得特别浅，别的地方还没漂浅呢，这个地方就已经漂得特别浅了。OK， 还有一些人可能拿什么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隔离纸啊，隔离纸来去隔离这些发片。用这些东西的目的都是为了这些地方不要让它堆积起来，不断的发热，然后让这个地方漂得比较浅，发质受得比较损啊，发质受损很厉害。为什么？因为你一个头发这个地方漂得特别浅，已经到了，发尾的地方怎么样？还没到，这个时候怎么办？对吧？所以我们才会用这些东西去隔离它啊，去隔离它来去做这个漂发。大家现在是做的是漂的是这个什么？
是这个假发片，对吧？假发片现在来说比较简单了，只有这一小撮，对吧？但是如果你用这个拳头啊，真人的拳头，他的头发就会比较多了，你要分区去漂了，一个个漂，所以就比我们的假发片要怎么样？要难很多。如果你假发片你都漂不好，对底色都认知不清楚，你拳头就更完蛋了，对不对？如果你这么一小片你都漂不好，都漂不到你想要的东西，那你拳头你就更漂不到了呀，能理解吧？所以你们要先从发片开始，至少你发片要漂均匀。第二，发片你想几度它就漂浅到几度，你想到几度它就到几度，对吧？控制好了以后，你才能够在拳头上去操作这个漂发，OK 啊，所以漂头发呢，其实我说句实话，漂头发其实它不是一个就完全就不是一个什么很多技术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每一天你们店里面都有漂头发，你漂几个月以后，你就会发觉你漂头发非常的强，它就是一个熟练活，你知道吗？它就是熟练活，你经常做就好了。在座的同学有很多人是剪男发的吧？有没有很多人剪男发？有很多人剪男发很便宜，但是他这个男发剪得非常的好，就是我们说的北方人剪那个草坪啊，这里很平，这里很平，对吧？我以前剪头发也挺贵的，也挺好的，但是我剪草坪就剪不过他们。我家楼下那个，我小的时候，我家这个老家楼下里面那老头拿那个手推子推那个草坪，推得特别平，对吧？剪一个5块钱，在东北老家啊，就随便拿个板凳，他剪得特别好，比你剪1000多块钱的这个1、2千块钱的头发剪得都平。为什么？因为他天天剪，扫他那儿去剪的，他全部是剪这个，梳子一拿过来，闭着眼睛都可以剪平，能理解哈？其实漂发就是这个概念，它就是一个熟练活。什么叫做熟练活呢？就是你经常漂，你就会非常清楚啊，这个头发我涂多少 ，OK， 在多长时间差不多就怎么样啊，就是它就是一个熟练活。为什么？因为漂美和双氧你去调就好了，它就是一个熟练活，就是要把头发的什么天然色素给漂浅，想到你的底色就好了，它就是一个熟练活。如果你学了漂发，你回去以后，你1个星期也漂不到一个，对你来说没有意义，因为你不练它，最终你还是怎么样？第一，速度慢；第二，你漂的效果还是不好，所以它就是一个熟练活。如果你真的需要这个东西，你要再去努力的去学，对吧？如果你店里面它没有几个漂头发的，或者压根儿你也推不了漂头发，而且你也收不上漂头发这个价格，你没必要去做这件事情，明白吗？啊，不是说你不要把所有的客人全部都怎么样，全部都漂浅，没有这个意义。你现在走在大街上，有多少个女孩子的头发全部都被漂浅的呢？其实没有。我们现在是做商业，所以漂头发你要不要学？要。对你来说用途大不大？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好不好？等你需要的时候你再去学也来得及。啊，如果说你说老师我这店里面就是非常需要漂头发的，现在就 OK， 那我们见面或者线下课程你就来学漂头发就好了，你就练漂头发，对不对？学完了以后你回去以后做1个星期2个星期漂个4、5个，你就老熟练了，非常熟练，1个月漂头发非常简单啊，就是控制好就好了，好不好？这是漂发哈，我给你们说的这个概念啊，注意的一些地方。